这应该是海贼王游戏史上最累的一款游戏了，竟然是个体感游戏，每一拳每一击都需要真的打出去，甚至连每一个技能都要自己亲自示范。最近海贼王的大动作确实有很多啊，前有真人版和武胆，后有新手游，但不管是新游戏也好，还是真人版也好，前期没有38的路飞也逐渐重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2004年，也就是19年前的第一款，也是唯一的一款海贼王体感游戏主机。首先很深草的是，虽然这款游戏主机看着是很大，但其实还没有它的手柄大。是的，没错，这两个大拳头就是这台主机的手柄了。那么游戏是从东海篇拥有梅利号开始玩的，目前是已经有了最初的5人组了。首先是第一关，路飞在海上迎击巴基，是巴基的船吧？资深海迷可以看一下。那么大家也注意到，这款游戏其实是伪 3D 的，而手柄也是不需要任何电池的，靠的是包围在拳套旁的银色反光板。我一开始以为和以往介绍过的奥特曼一样，只要识别到手柄动了，它就会自动播放攻击动画。事实证明我错了。知道为什么拳套周围贴满一整圈的反光板吗？是的，没错，游戏甚至可以识别到我们挥出去的每一拳，精确到每一个方位。所以这一关玩家要做的就是去准确的击打不同方位的炮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方的路飞会根据我们的动作来识别，蛮有意思的。第二关就是上岸之后和巴基本人进行单挑了，游戏这时候也会切换到战斗模式。其实说简单也简单，但是说难也是真的难。首先呢，路飞是会根据玩家挥出的动作来进行攻击的，摆右拳就右手攻击，左拳就是左手攻击，两拳一起出就是同理了。防御就是双手摆出防御姿态，基本上操作就大概是这么多了。那为什么说它难呢？因为真的累啊，哥们！和前面说的一样，玩家轻轻的摆动是不会进行攻击的，要真材实料的去摆拳。我玩了20分钟已经歇菜了。然后就是玩家和敌人的实力过于悬殊，如果你真的想靠基本操作打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因为玩家每一拳的伤害就纯刮痧，然后对面打你一拳吧，就好像穿过屏幕给你来了一拳一样痛，就很离谱啊，哥们！而且对面还会使用大招，这个大招有多搞笑呢？你不防御吧，玩家会受到大量的伤害，并且会导致眩晕。然后如果你防御了，虽然不会眩晕，但是伤害是一模一样的呀！我真服了，哥们！所以玩家的每一次操作都要注意力集中，和我前面说的一样，很难。真的很难，因为这是体感游戏啊！你以为按键盘啊？我就是个臭打游戏的，你真的以为我是路飞吗？不过也不怕哈，对面有大招，路飞也是有的。上面的技能操作只要满了，玩家就可以通过出双拳的方式来释放。首先是第一个橡皮机关枪，这个技能就没什么好说的，乱打就完事了。虽然每次打完都感觉是手臂脱臼一样，真的疼啊，哥们！我第二个技能就是橡皮战斧，就是抓准时机出拳，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技能了，毕竟省时省力啊。第三个技能就是回旋弹，找到敌人的要害，然后抓住机会出拳，这个技能也挺舒服的。第三关就是操控索隆进行修行了。说实话，这个角色真的挺有意思的，虽然只需要操控一只手，但是屏幕上的刀具真的会根据你劈砍的地方来进行识别。第四关也是修行，一开始我以为是和他单挑，没想到哈是让我挨打，他还会假动作，可以老大附身是吧，李小子？第五关就是打鱼人了，其实和上面的巴基是一样的，玩家能使用的技能都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敌人换了个皮肤而已，但还是一如既往的难。第六关就是出发伟大的航路了，是操控娜美，超娜美。首先这一关我一开始真的很懵啊，你想想哈，我一开始以为是两只手这样摇，然后摇不动，我就想着会不会要和娜美的手势一样啊，那我就这样摆嘛，然后还是抽风，最后我单手摇还是不行，然后最后我发现得这样摇。这游戏的体感操作太好玩了，太真实了。然后到了伟大航路，跟真的伟大的航路一样啊，我打随便一个人都要耗上20分钟，真的坐牢。特别是这个国王，我打了整整1-2天才打过啊，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上周不更新视频啊？没素材是其一啊，我手是真的痛啊，哥们，真的痛，好痛啊，现在还痛着。反正整一条伟大的航路是没走完的，最后到艾黎路那里就结束了。然后通关以后呢，在自由模式下就可以选择其他人物了，索隆的大招随便来一招出来都贼拉帅。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史上第一款的海贼王独立游戏主机可玩性怎么样呢？如果你是奔着玩玩看，还是可以去试试的。但如果你是奔着减肥来的，真别，手是真的痛哥们！你以为像现在的体感游戏那么好玩吗？它不是一般的体感游戏啊，它是玩为是。其实说实话，我更推荐这款游戏机的下一座，那一座是和龙珠有联动的，画质也得到更高的提升。我也是做过视频的，感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么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这期视频的话，不妨点个赞哦，关注我这个频道再好不过了。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